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上下双色渐变的一个方法。这一款呢是上下双色渐变的，它与就是我们之前学习，不知道有宝宝学习过没有啊？就是这个单色渐变它的一个区别。单色渐变呢，一般是更倾向于底色偏浅，能够做遮盖的一个就是渐变。包括像做亮片渐变是更倾向于那种，这种呢就是底色可以直接打底，然后用深色直接在指甲前端做出渐变。而这种双色渐变呢，就是你像前端要用浅色，后端用深色，这个相对来说颜色还浅一点。如果再深色的话，需要两个衔接部位有一个融合过渡自然的一个效果。你看这个是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这个笔痕刷痕的，所以说它与我们之前学的这个左右渐变的一个区别，就是不能用它的这种渐变方式去做上下渐变，它出来的效果，包括这个笔痕以及我们操作的这个方向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这种方式，这个上下双色渐变的一个方法。我们做这个上下双色渐变需要用到的工具呢，跟我们做单色渐变是有区别的。我们用到的工具，一个是我们的圆头光疗笔，还有棉片，美甲清洁棉片，再就是我们的一个底胶，用我们的底胶。然后首先呢，先将我们的底胶在我们调色板上滴一滴。可以稍微多一点，因为可能用的次数会比较多。滴好之后呢，我们选取两个颜色，大家可以先从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开始做。然后我这里用的是一个白色和蓝色的一个两个颜色。然后我们这个甲面呢，首先是刷底胶，刷完底胶之后，我们先把深色的这个颜色涂上。涂到什么位置呢？涂到甲面的1/2处，这个是直接只刷上半部分。尽量呢，这个在刷的时候，把这个笔痕什么的都好好掌控一下，不要让甲面的笔痕过多，不然我们做渐变，你光去处理这些笔痕需要浪费很多时间。好，我们刷整个甲面的1/2，或者稍微再多出一点点，边缘不整齐问题都不大啊。然后拿我们的光疗笔清洁干净之后，再去一点清洁水，清洁干净后蘸取底胶。这个底胶在蘸取量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太少，因为有的宝宝他就是边边就蘸这么一点点，然后你刷到这个甲面上呢，它这个边缘就是不够，还没晕开的呢，所以它那个笔痕也会特别明显。但是你取底胶量过多呢，你就光在这去晕开之后，那个底胶的量又会形成一些凸起不平的笔痕，所以你在取量的时候，轻轻蘸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取好底胶之后，我们在甲面轻轻先将这个边缘过渡一下。过渡的方式呢，有很多宝宝他为什么笔痕特别明显？他将笔这样立起来去做这样立起来。其实呢，你要将你的这个光疗笔蘸底胶之后，将光疗笔铺在甲面上，能理解吗？就是铺在甲面上去做这个过渡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做好弄好这个底之后，先将这个边缘稍微柔和过渡一下。你看过渡完之后，它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个虚化的这个边，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在蘸底胶，千万不要过多哈。然后从稍微你的这个边界线往上一点点，轻轻的往下去刷着，做这个过渡渐变。刷的时候上端，比如说有的宝宝呢，有的学员就是我就特别用力去刷，你看你特别用力刷完之后，它还是有一个边缘性在的，
所以说你在刷的时候，你一定手法要轻，而且这个刷子要铺下去，这一点点的往下做，下端呢再去铺一下。如果胶过多，去划下来之后，在甲面，在这个棉片清洁干净，然后再去做过渡。我们这个过渡全是拿底胶，相当于把它给晕开的，把边缘线给晕开的啊。好，这第一层基本上过渡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烤灯，我们烤个60秒，将这个第一层我们过渡的这个颜色给晕开。好，先烤灯。好了，这层烤灯结束。烤灯之后，我们还是按照刚才同样的方法再走一遍。先做这个蓝色区域，就是深色指甲后缘的这一块。这次你在刷甲面的时候呢，你看之前如果你过渡这边比较高，这边稍微低一点，能看出来吗？然后你又可以这边稍微再往下涂一点，你每一层你可以是去做调整的哈。这次涂甲面的时候就不要涂到整个甲面1/2或2/3，就稍微再比上一层往上一点点。同样在刷的时候，整个甲面你的胶量也不要太多，尤其是这边只要有薄薄一层，然后带过来的就行了。接下来呢，还是用我们将笔擦干净，擦干净之后，上面有一个将我们的笔擦干净之后，还是蘸取底胶。你看这样底胶，你相当于在这个盘上直接这样去刷了，它笔上的胶量还是有点少的，你就可以再稍微加一点。好，蘸取底胶，蘸底胶之后，我们还是把笔铺下去，将我们这个颜色边缘过渡开。就顺着去往下拉就可以了啊。尽量你在看的时候，不要再出现那种刷痕、笔痕。它甲面不平整是影响不大，那倒不要紧啊，不要刻意去管它那个甲面过于平整，就稍微有一点不平，都是可以调节的。第二层打好之后呢，我们还是烤灯，烤灯之后再上我们的指尖部分第二层。因为空气中有很多的这个灰尘啊、小浮尘的一些小毛絮，我们是看不见的，所以这个笔暴露在，如果上面有胶一直暴露在这儿的话，如果你身边又有风，它会很容易落上一些东西，所以说时刻去多观察这个笔上去清理，因为渐变上一再做的话，你需要有东西你再擦掉的话，再去调就不好调，需要重新再做，所以说时刻观察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烤灯后，再将指尖涂上，这个涂的时候也是去涂到我们的指尖部分，也可以说2层你这个位置涂一样的，涂到一样的位置，然后你去做这个晕染渐变的时候，能控制好你是想做到哪个颜色深一点，哪个颜色多一点，哪个颜色少一点。你看，如果你不做晕染的话，它这个边沿线是这样很明显的，明显的就是蓝的、白的。
但是你要晕染开之后，就是把它的颜色过渡好。这个毛毛。我们在甲片练习的时候可以反手，但你要在顾客手上做的话，你要反手做不太现实，那你就练习时候到后期你也可以这样，反手是这样去做，但是一定要找好你的支点，前面手一定要稳。好，你看前端这边已经过渡好，后端这儿呢，以防万一说再有过深过浅的情况，或遮盖住下面的颜色，我们就拿底胶，或者说直接拿这个干净的笔把后缘再过渡一下。好了，这个颜色基本上过渡的差不多，我们再烤灯，照灯30秒到60秒。一般做法呢，照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。如果在顾客手上的话，你就直接就是照60秒就好了。照灯之后呢，我们如果想要加重我们指尖的一个颜色，可以在指尖的部分再将这个颜色涂到甲面的1/3位置，就是涂到它的指尖部分，只涂指尖。然后我们还是同样的方法，将这个颜色给铺开，过渡开。好了，我们再照灯60秒，彻底把这个颜色给照干。这个时候你的笔不用，你就可以直接清洁，把它清理出来，把它收藏好。因为在照灯的时间呢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把你的笔整理好就行了，清洁干净。粘体胶，照灯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因为上面还是你看，因为我们的笔痕呢还是多多少少会有，为了让整个甲面看起来更加的就是光滑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在甲面涂一层加固胶，一个是找平甲面，另外一个是淡化我们的笔痕，让两个颜色融合的更好一点。扔下去涂加固胶就好。那涂完之后，它的这个边缘线几乎是没有的，能看出来几乎是没有的。然后我们照灯完之后，再涂上封层，然后我们的这个上下双色渐变就完成了。